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2024年你的收入还有你的工作前景相关的一个运势。今天的占卜呢，会跟大家分2个不同的部分来完成。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会为大家来解析，那么你面前我们这边提前抽到的牌卡以及你眼前的这个数字能量为你带来2024年你的收入、工作前景的一个总领，就是这个能量当中会是如何的景象，来自宇宙对于2024全年的这个工作事业的方向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提点，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给你做一个建议，或者给你带来一些灵感，来帮助你在2024年呢获得成功。然后呢，我们会来进入到今天占卜的第2个环节，我们会通过塔罗牌还有神谕卡一起来为大家看到2024年从1月份到年尾12月份结束之前景它是在一个很好的运势当中，你要去做的是保持，只要它不往下走，对于你来讲都是好的。我们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这个瓢虫嘛，它讲的是如果这一切都是好的，我们还要去改变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接受当下的状态它就是好的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欣然接受，去欣然的去享受这个所谓的本来的最自然的一种方式和状态？它讲就是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有些东西你其实做得很好，你要做的是保持，你要做的是调控，你要做的是一种整合，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去创造改变，或者是寻找新的道路我觉得你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能量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在2024年的这个收入和工作前景，就是在原本的这个基础之上保持住，控制好，然后呢是掌握全局，掌控全局，控制好每一个我们所谓的角色，每一个这个员工，每一个你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你把这个管好，你把这个东西抓住，那么2024年可能对于你来讲是个很轻松的一年是个很轻松的一年。最后年尾我们这里有一个金币2，我们有一个恶魔嘛，这个能量非常的明显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在2024年不要去想着增加这个能量可能跟大家的心愿有一点相违背可能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钱越来越多，是吧大家都希望自己钱越来越多，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多，有的时候你要付出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多。所以年末的时候非常明显有些朋友你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丢掉你的包袱，去丢掉一个这个所谓的诱惑，或者是这个多出来的钱，它可能损耗和消耗的是你的生活，它可能损耗和消耗的是你的一种原本工作的质量，它可能损耗的和消耗的是你的好心情。那么这个东西多出来的钱，它究竟值得还是不值得？你们一定要去想清楚。所以年尾的时候有点像是有一点这个恶魔的考验我们这里有一个恶魔牌嘛，它对你是一个考验，它是要看你究竟能否去抓住你生活的主轴和这个主线，能不能够我们去在某些时刻锻炼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是一种觉得现在当下就是最好的心态，而不是不断的去求和攀登下一座高峰。我们知道这个高峰，我们去攀爬这个高峰，我们去实现这个目标，一山还有一山高，这个目标完成了达到了，还会有下一个目标，下一个达成。我们能不能够有的时候让自己轻松的慢下来，停下脚步，去把身边的这个事情，已经有的这个事情做好，管理好，去感受我们跟外界的这个关系，去让自己在原本的这个状态当中更加游刃有余的去工作，更加轻松快乐的跟团队之间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工作对于你来讲是轻松的，是快乐的，
是自然的，而不是一个包袱，而不是一个为了更多而更多的一种选择。我们的最后一张神谕卡，这个雪雕，它讲的是你本来就很好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非常有意思。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在讲，其实你当下挺好的，当下的你只要把现在你有的这个事情做好啊，我觉得是更多的思考。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能不能够停下来去思考，去想一想这个事情它好在哪里，现在你应该珍惜什么。当变的能量来到你的运势里面，你自然就会变。但是当下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冒险和改变对于你来讲不值得。你现在的状态，2024年的这个收入跟工作前景，就是要去保持这份好，保持这份优秀。有些人在变换的2023年啊，可能失去了很多，可能输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却能够在2023年赢很多，赚很多，或者是反而变好。第3组牌的朋友，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那个幸运的人呢？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2024年我们要总结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的收入还有你的工作前景是稳定稳中求进吧。但是这个进不会是大进，更多的是一种稳，更多的是一种如何舒服的工作，如何舒服的保持稳定，如何让自己舒服的、轻松的、容易的、简单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去拿到自己理想的收入我觉得你的能量当中有很多的好运有这个运势当中是好的。然后呢在你的个人名誉方面，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你已经有很多我觉得是别人的关注，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保持住保持住。所以说我们如果去总结的话2024年将会是一个思考的一年，2024年对于你来讲会是稳定的一年。希望所有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都能够在2024年去找到自己的深度，去拥有自己的这个深层的思考，去拿到工作当中你觉得最有价值，对于你自己最有价值的这个部分，去完成这个稳定，去轻松快乐的赚钱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4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紫色的数字4，好，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2024年你的收入、你的工作前景相关的一个运势解析。那今天呢我们的占卜分为2个不同的部分。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来通过我这边提前帮你们抽到的几张牌卡，以及我们今天的数字解析，来为大家揭晓2024年有关于你收入跟工作前景的一个整体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在全年你的能量它指的是哪一个方向，在哪一个方向里你的运势可能会很好，或者是哪一个方向你可以去尝试有关的突破。然后呢我们就会来进入到今天的占卜第2个环节。今天的第2个环节呢是现场抽牌，我们会用塔罗牌和神谕卡一起来找到2024年流年运势当中，从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来分析每一个时间段里面你的一个收入和工作前景相关的一个运势。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的相对应的时间里面有什么样子重要的信息，有什么样子重要的机会，有什么样子很特别的事情是需要你去注意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了。我们首先呢来进入到第1个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第1张牌，我为大家抽到了好，那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是这个 Arianna Huffington， 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家如果是有什么 LinkedIn 或者是有这种 digital 数字的工作有关的一些平台肯定对这个人对这张脸非常的熟悉。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希腊籍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作者，他之前也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评论家他一直活跃在这种媒体界。
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女性非常的厉害，她算是女性当中的一个我感觉到是个先驱者啦啊，是个先驱者。他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人他在1990年的时候呢，其实他曾经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人啊，在美国的政治里面啊，他之前保守派，然后呢，他后来转到了支持自由主义。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他变过，对吧？他生平在他这个信仰，在他的政治理念当中，他做过一次非常不一样的变化，几乎可以讲是从左阵营转到了右阵营这种感觉哈。OK，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女性她创办的是一个Huffington， 我们这个中文是哈芬登邮报，她创建了这个邮报，然后呢是一炮而红。但是呢，他又在2016年的时候离开了他亲自创办的这个哈佛邮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生平他首先是把这个创造出来，然后他又离开了，他离任了。接下来他转而投向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去组建医疗和养生的公司，直到当下和至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生很传奇，而且有很大的这种转折的这种能量信息。那么第四版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牌看到是 Arianna Huffington， 她这个人物倾向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嘛。那么从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你自己而言，2024年收入和工作前景，第一个信息我连接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思想、你的点子、你的想法其实是可以变化的。我不知道当前有没有第四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一个生活吧，工作生活连接在一起，特别是有关于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想法是想要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其实我会觉得第四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是想做一些改变的，这个改变有可能是大的转弯，或者是说更换，也有可能这个转变是想进一步的用新的一些手段来让当前的这个工作进行一个升级。那无论是什么呢，其实可能你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前景有一些很前卫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很创新的安排我这边读到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在这个 Arianna Huffington 这个能量里面其实它讲的是一种什么呢？我感觉到是对立和对位之间的一种相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会看所谓的对立，但是呢它又不是真正的对立，它是一种对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讲你之前做的工作是很物理的，比方讲你是物理治疗师，比方讲你是比方用手你要去剪头发也好，做奶茶也好，做卫生也好，照顾别人也好，可能你要做很多物理相关的事情。那么也许在2024年的时候，一个工作收入的前景的变化，或者是这个方向你可以去转的是考虑把精神的层面加进来，或者是从物理的层面转到精神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可能是什么呢？比方讲疗愈心理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心理健康相关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你开始更加关注于跟精神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你怎样把精神层面的东西加入你当前的这个跟物理相关的工作里去。这个就是所谓的对位，对不对？它不是对立。谁说物理跟精神是对立呢？它不是对立，它只是一个不一样的两块能量的分区而已。这边如果想去改变的朋友，你可以去想一想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自由和管理。这个例子我当时是第一个连接到的。什么叫自由和管理也许有一部分朋友你在2024年之前，2023年你是上班，对吧？你早上9点钟，下午5点钟就一直去上班去工作。那可不可以在2024年想一个方法，比方说可以去更加自由的工作，同样还是工作，但是你却不需要去遵循9到5的一个原则，或者是9到5的规定，可以更加自由的、更加随意的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在别人的管理之下去工作呢？那么相对应的，也许之前你尝试过创业，你尝试过自己独立工作，但是当你尝试之后，你的想法、你的感悟可能是觉得自己其实更加喜欢的是在一个环境里，或者是在一个管控之下去工作，你觉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简单呢？
Arianna Huffington 这张牌啊，其实我连接到很重的一点，关于你未来2024收入和工作前景这个方向里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个像是对立，但是却不是对立，而是对位的一种改变，让自己从忙碌当中休息下来，或者是从休闲当中忙起来啊。那么2024年关于你收入跟工作前景，也许会有这相关能量的一种变化，来帮助你在收入和工作方面有所提升。这个提升，第一个有可能是金钱方面的提升，但是更加重要的也许是如何赚钱，怎么赚钱的一种提升。就有些朋友啊，也许你之前在大型的公司里上班，也许你会觉得是我赚了很多钱，但是我很累，我真的太辛苦，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那么对于你来讲，其实收入的多少不是问题，而是你想换一个方式赚钱，对不对？那还有些朋友呢，可能之前自己去工作，也许你赚了很多钱，但是你却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种感觉，缺少了一种比方说在大的集体里面的一种人际关系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可以去有活动的感觉。那么也许2024年你可以考虑的是重新回到，或者是转而向另外一个集团去进发。无论是什么这边呢还是要大家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就去怎么做。但是呢这边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好，那么第二个，我们从 Arianna Huffington 这个能量里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第二个能量就是说观点需要不断的更新。这张牌是在强调2024年对于第四副牌的朋友来讲，其实你们可以去尝试着做一些更新和改变。这个想法跟点子，也许之前你就已经有很好的想法跟点子，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可以停在那里，或者是说那就是最好的。再好的点子，再好的想法，也可以通过你自己不断的提升，或者是给这个好的点子注入新的能量跟营养，让这个点子可以再一次的我觉得是激活，或者是为你带来更好的更棒的新的生机和新的机遇。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下，你的无论是收入而言还是你的工作前景，你的事业线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你会享受这条道路当中带给自己的一种快感，你也将我觉得是运用新的平台，或者是运用创新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做得很大，做得很火，做得很棒。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Arianna Huffington， 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性感觉是女性觉醒这边可能有很多第四副牌的朋友是女性这个企业家创业者当然男性也 OK 的，这个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能量里面嘛如果是男性的话同样的一样的道理。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能量我们的第二副牌里面给大家抽到是什么呢？第一张牌我抽到的是成功，所以2024对于第四副牌的朋友来讲一定是成功的一年，对应在你的收入和工作事业里面。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要打开成功的闸门，不要去小看小成功、大成功、更大的成功，我们要打开成功的闸门，去接受一切的礼遇。这张牌是在讲什么就是说2024年对于第四副牌的朋友来讲，其实这个成功的感觉对于你而言，它会很多层面。小成功可能是对应在日常的工作里做得很好做完了呀，得到表扬你会遇到这个。大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一个大型的突破。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大众占卜嘛，因为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不同的朋友在这边，同样的你自己一个人里面也有可能在2024年经历的是小成功加大成功，既有在每日工作里面的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也会经历和遇见在你职场里面职业发展道路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奖杯，会在2024年来到你的身边。恭喜大家。那么这个成功里还有第三个能量，第三个能量是意外的惊喜。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在你2024年的这个收入和工作前景里，除了我们所谓的主线
你可能会看到成功，也会有惊喜出现在你的生活。这个惊喜也许是别人找你的合作案，这个惊喜有可能是别人来比方说赞助你的一些东西，你不知道，你也没有期待，但是它会来到你身旁。所以在能量方面，希望第4副牌的朋友去打开你的能量场，打开你的心胸，让这个闸门这个成功的闸门去打开，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中型的，请你都接受，因为你有这个运势。 OK， 好，这张牌然后最后一张牌呢，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呢是 Cheerfulness， 这张牌讲的是好心情好心情。情绪是会传染的，所以2024年既然我们看到了你的事业当中的这个运势是如此的强盛，有成功的能量，有成功的闸门要向你打开了，那么就希望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保持一个愉悦的情绪，愉悦的一个心情，以及高频的一个能量。你可以作为快乐情绪的主导，去传染和感染别人。同时在你生活当中，你要知道情绪是会传染的，那么如果你周围有人不开心，你就相对应的知道怎么样去屏蔽，并且在能量的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转折点，让不好的情绪在你这个地方停下来，从你开始转成快乐的情绪去传递。所以这张牌很棒，我觉得2024年对于第4副牌的朋友来讲，你的收入非常的好，但是呢，他的这种开心和快乐更多的是来自于工作和事业方面。我觉得你取得的成就，你看到自己的能力，看到自己的天赋被发扬出来了，或者是你看到自己的这个创新和改变做得很成功，这种成功的感觉，它不是多少钱能够买来的。就像我刚才讲，也许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大型企业，你做的并不开心，无论别人觉得你多么的优秀，无论别人觉得多么的羡慕你，你自己的内心可能并不能够感受到这个能量，因为它里面的苦痛只有你自己晓得。而2024年你的觉醒或者是你的崛起，是转到或者是改变你觉得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工作的方式，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开心和快乐。只有这种开心快乐才是属于你的成功，对不对？成功不是别人的成功，不是别人以为的成功，是你心里的这个成功当然这个成功也会是让别人看到觉得非常棒 OK， 但是我们所谓的成功有很多种，大家去选择一个自己心里也觉得好的方式 OK。 好，那我们今天牌卡讲完以后呢，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们选的这个数字能量。今天你们选的是数字4。那么在这个数字学里面，数字4它代表的是力量，代表的是一种效率。4的这个能量，它不属于那种很夸夸其谈，也不属于那种很浮夸的类型。4号牌它有很强的稳定性，是属于那种不讲废话、低头做事的那种保守牌。所以4的能量出现以后，你可以感觉到吗？这个能量是非常可靠的，是能够带来稳定性的。4呢非常的专注，有这种 focus 的能量信息，所以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集中力的去向前。虽然是保守，但是呢我们想这个向前是保守稳定的向前，而不是冒进。那么在2024年大家想去尝试突破，或者是尝试一些改变的时候，那么你们要用的方法我觉得这边很多朋友，你们的方法要选择别人已经用过，别人已经亲测过是可行的方法，不适合去做我们所谓的巨大的那种冒险式的改变。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做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在你的2024年工作运势当中不是这种。宇宙特别的在讲你的前进要用别人我们在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2024年前进的方法要用这种稳定的方法，已经测试过的方法，已经别人走过的方法，这个路是对的，你去走非常棒。而如果你去走，比方讲别人没有走过的方法，或者是
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的话，可能对于2024年你的这个运势来讲，并不一定是最匹配的，或者说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大家自己去感受啊，我们到2024了啊，你去感受一下，你去感觉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究竟停在哪里。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占卜的第一个部分啊，那就结束了。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占卜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会为大家来现场的抽牌。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对应在2024年流年当中，也就是从1月份到12月份啊，这12个月里面，我们这里4个季度，上半年、下半年啊，你的工作运势、你的收入情况，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啊。好，我们来抽牌。OK， 宇宙告诉我们，选择第4组牌的朋友啊，好，流年运势啊，2024对应你的工作，对应你的工作前景、收入情况啊，感恩宇宙。我们这里是圣杯1的正位，宝剑1的逆位，吊人牌的正位，宝剑10的逆位，权杖8的正位，权杖6的正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神谕卡2张啊，2张神谕卡，看一下。好，你就告诉我们，选择到第4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2024收入和工作前景相关运势。感恩宇宙。第1张牌是欢，好，第2张牌好，我们的第2张牌这里呢是一个双领横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2024啊，你的流年有关于你的收入，有关于你的工作前景啊相关的一个运势情况。首先吧，在开年的运势里面啊，在我们2024年的开始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你的工作方面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头吧，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工作当中，你都投入了很多你的爱啊，投入了很多你的真实的喜爱。这份工作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你的事业，它是你的孩子，有点像是你的孩子啊，你真心的去爱他，你真心的去喜欢他。那么开年的时候，当你回到这个工作啊岗位里面去，当你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我觉得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就是回到了你熟悉的那个场景，会让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第2个呢，我也看到在工作当中可能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朋友啊，这个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或者是说你工作当中的一个好朋友啊，在工作当中你们是相互的去陪伴，又或者是在工作的这个场合里面吧，让你们觉得啊工作本身能够带给你们快乐。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年尾的时候处于这种转职，就是说你还在找工作，你还在投简历，你想去新的工作地点的话，那么开年的时候你有新工作新 offer 的机遇。1月份2月份也许会有人呢就是来需要你，也许有人呢会想邀请你啊加入他们，或者是帮助他们。那么过完了2月份之后啊，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个宝剑1的一个逆位。这边我看到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小小的挑战，这个小小的挑战是来自于哪里呢？可能你
在想说怎样让自己的这个权威感啊，就是这种领域当中的这种领头羊的这种能量能够更加的强，或者是如何在自己的这个学术领域里面，或者是你做的这件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力量。你们在思考这件事情。可能有朋友啊，在你的工作里，我感觉到就是你对于这个要求，你对于自己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关注。比方讲你是做打个比方啊，比方你是做这个，我们用 Arianna Huffington 这个能量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对应啊。比方说你做的是一个市场调研工作啊，那么你可能就非常介意的是你做的市场调研是不是最有权威的，或者是说你是做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销售啊，那么你可能就很在乎你在销售的这个团队里，你是否是真正的第一名。就算不是第一名的话，是不是也是那个顶尖的人物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这个顶尖的人物呢？可能你会想这个问题，因为到了3月份、4月份，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走入正轨了。对于2024年，你很希望自己能够斩获成功啊，你很希望自己能够站在那个领奖台里面啊，去颁奖啊。所以说3月份、4月份，感觉大家就是很严肃，你们想要去不断的磨砺自己的技能，或者是说你们会在3月份、4月份开始不断的我觉得是给自己加一些砝码，去要求自己继续向前，或者是给自己很严格的一些要求。你们在伸张，或者是你们在争取自己的一种权益，你们想在某个地方有所建树或者是有一种权威感，你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很多朋友你们的这种 competitiveness， 就是那种怎么讲，竞争意识会很强你们的竞争意识会很强。这个能量呢我觉得是双刃剑。第一个能量肯定会让你们觉得有压力的 OK， 但是这个压力呢，我又觉得是你们想要的，是你们喜欢的，你们想出人头地，这个能量其实不是任何的问题，是好的，你很进取，对不对？所以3月份、4月份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在给自己加砝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请大家不要去心急了不要急。你们看到这个能量了吗？数字4宇宙说的是2024你的收入和工作前景的运势当中有这种稳定向前的能量。你想向前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去冒进，不要太快，一定要稳稳的往前，你会很舒服，你也会走得很稳，你也会在稳定当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建立自己的这种专业。那么这个能量到达年终，我们看6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工作还有你的生活方面呢，会慢慢的就是为你慢下来。也许你在3月份的时候想不断的去斩获无论是接新的单子，无论是找新的这种突破，还是说你在学习新的尝试，这个能量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出来的。所以到年终的这个时间节点里很多朋友可能会慢慢的看到，也许急是急不来的。那既然急不来，不如让自己慢一慢，不如让自己多想一想，不如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下半年这个能量我觉得首先吧，有些朋友要从上半年当中汲取一个经验或者是汲取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看宝剑9的一个逆位，当你过于紧张，当你过于的想拿到什么结果，或者是拿到什么样子的单子，或者是拿到什么样子的成绩，反而会把自己逼得比较的紧，反而会把自己逼得比较的疲累。所以下半年我们看到7月份、8月份这个夏季北半球夏季，那么南半球是冬季。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会慢慢的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里面需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与其我们在讲选择所谓的压力紧张，不如让自己轻松的去接受这个节奏和速度。其实呢，在2024年很多朋友在这个工作当中做的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你们有一点急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急，那你们给自己加砝码可能就会心急。所以呢，你们要一边加砝码，一边让自己放轻松，就犹如一边在加这个压力另外一边放一点气。可能大家会想，我放什么气？我就是要加压。可是你知道吗？
一个容器啊，我们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容器，加压加多了就会爆掉。所以给自己加砝码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放一点气，因为你要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这样才是有机的，才是健康的，才是长久的。OK， 所以下半年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是双领横嘛，它讲的是支撑嘛，你要支撑起来自己，你要把自己顶起来啊，你要坚持住，不要轻易的放弃，但是也不要过于的急切。等到秋季的时候，我们这边看到9、10月份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遍地开花。所以我们在讲前半年、上半年你的努力，也许你不能够马上立刻看到结果，你不能马上立刻看到你播出去的种子长出来的一种小苗，或者是你投出去的比方说人情世故里面，你付出了那么多，别人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给你一个回应，但是你做了那么多好事，对吧？你撒了那么多的种子，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跟时间，等时间到的时候自然就会来了。所以到秋季9、10月份的时候啊，这边看到是遍地开花，好消息是络绎不绝的。很多朋友在秋季的时候啊，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事情有一个快速的进阶和推进的过程。你所做的项目，你之前想谈的合作案，可能都会在秋季的时候啊，就是好消息连连不断的有点像是向你砸过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刚才不是在讲吗？我们这里是一个成功的阀门，成功的闸门啊。那么这个闸就是在9、10月份的时候为你打开，你看到是小成功、大成功加意外的惊喜。我们到年底最后一张牌权杖6，满载而归。到了年底的时候啊，这边很多朋友啊将进入到2024年啊工作事业的一个高潮。你们可能会被别人就是说捧在手心里，觉得你是最厉害的啊，很多人都想来找你啊，很多人都想来向你学习啊。OK， 可能你会在这个领域当中得奖啊，你可能会被别人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别人去尊重你啊，去崇拜你啊。也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你想去尝试做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你在2024年去尝试的一个新的方式，将会在年底的时候看到最好的收益，看到这个结论，非常的棒。成功从头对应到我们的结尾，过程是需要你们走的，但是结尾是绝对的成功所以你看我们到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宇宙给出的神谕这张牌讲的是我有没有给自己带上爱的能量呢？2024年对于第4副牌的朋友来讲是成功的一年。那么这个成功，既然大家已经看到了成功的闸门会为你开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比较建议的是放轻松，放慢脚步，慢慢的来，一定能看到这个结果，一定能看到成功。因为你是铸造成功的那个人，你做的事情你的想法，你的一切的这个精力能量的这个箭都指向你的成功。所以在过程当中请大家放轻松，该慢的时候就慢，该去想清楚的时候就要去我们所谓的开悟，去想清楚，不要让自己在这个不开心的状态里停留的太久，一定要学会这个能量的转换。我们看这个双领横，它的这个背后是个太阳，就是这个光，这个太阳会为你升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请你昂首挺胸，自信的向前，稳定的走下去愉快的走下去就 OK 了。好，那这里呢就是第4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所连接关于2024年你的收入和工作前景。那么既然你的工作事业做得如此的好，钱的事情就不用担心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大家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